光明，给你的。这什么呀？我给你买了一套保暖内衣，我担心美国那边太冷了，让你带着以防万一。你把我从家里叫来，就为了给我这个呀？是啊，我就是怕你受冷嘛。我这都带着呢，你何必要花这冤枉钱呢？你就拿着吧，以防万一嘛。那边冷。好，那装进去吧。搁这儿吧。好。对了，自从上次咱们吃完饭以后，你那个老同学康健，他有没有在你面前聊起过我呀？没有，我们最近也很少见面。这不太可能吧？你们两个又是同学又是死党，应该经常会一起吃饭聊天吧？啊，最近是经常吃饭，但也没聊什么，都是工作上的事儿。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会不会聊到他老婆？偶尔会，他老婆美国人，两个人我看交流也不是这么顺畅，前几天还吵了一架。那你们在一起会聊到他老婆，那为什么不会聊到我呢？就是没聊到嘛。你看，你就是在有意的回避我。回避什么呀？真没回避你。我知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肯定说我了，而且我还知道那个康健，他一定说了我不少坏话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想多了，康健怎么可能会说你坏话呢？你看，你现在在撒谎吧？光明，你告诉我吧，他都说我什么了？康健呢，的确是对你有点顾虑，但是我都已经跟他解释了，你不用多想。光明，我决定了，我要从我爸爸的时辰药业里出来。真的？真的。那这样对你也不公平。你不用在乎康健，你不用在乎他说那些话。我才不会在乎他呢，但我在乎你。光明，你在我心中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孰轻孰重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王哲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难道一句谢谢就没有了吗？光明，只要是为你好，不管让我做多大的牺牲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我明白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你要是时间方便的话，去家里看看我爸妈还有婷婷吧。嗯，我妈老是念叨你。我会去的，你放心吧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，记得打电话给我。好，一路平安。爸。哎，爸，已经走了，在去机场的路上了。啊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大概2个礼拜就回来了。保姆你们找了吗？好，不着急，你们先找着。哎呀，没想到这套房子还真派上用场了。爸，你怎么又不打招呼就自己来了呢？我到自己女儿家来，还要打招呼啊？您这分明是在搞突然袭击嘛！好，咱不谈这个了。看来你跟许光明进展的还不错呀。怎么了？
许光明是个特别好的男人。那你真的不在乎他曾经离过婚，还带着个孩子？爸，您真的会关心我的这些事情吗？我还以为您只会关心生意上的事呢。小梦啊，我知道你对爸爸有意见，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我也不至于把自己女儿的感情生活跟生意搅在一起。再说了，你对许光明是真有感情的，生意上的事儿，那也不过是顺便而为之。啊，要不然我也不能下这么大的本钱。这次是真没办法了。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要是不帮我，那谁能来帮我呢？你放心吧，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就会尽力而为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说嘛，亲生女儿她就是亲生女儿。爸爸先谢谢你。你说吧，你今天突然过来找我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咱们时珍药业集团下个月在槟城搞一个10周年的庆典，到那会儿许光明应该从美国回来了吧？怎么了？你能不能想办法说服他，让他出席一下庆典？这事儿我现在可没把握。光明现在特别忌讳跟咱们时珍药业沾上任何关系。不至于吧？就是让他来凑个热闹。哎，我保证不跟他谈915项目的事儿。就算是以你男朋友的身份出席下，这别人总不至于再说什么了吧？那我试试吧。我姓方，两位叫我小芳就行了。当然了，我这个小芳啊，不是歌里的小芳，咱没那么年轻了，嫁的男人啊，也不是个东西，只好自己受苦受累出来干活。说下规矩啊，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，6日休息。买菜啊，做饭，收拾屋子，其余的事儿啊，不管。我们有个孙女，看孩子呀，多大了6岁多，在上小学1年级。哎呀，看孩子加200。啊？看孩子还要另加钱呢？看孩子是最累的啊。6岁以下加300，3岁以下加500，1周以下得加1000。哦，这还是女孩的价格啊，要是男孩啊，得加30%。这么贵呀？哎呦，这您就嫌贵啊！要是那专门的育儿嫂啊，1个月什么家务活都不干，6000。我的天哪！所以啊，我这还是便宜的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到了下午5点，你就走？哎呦，我儿子也上学呢，没人管。哎，这样晚饭可以给你们做出来，但是5点必须走。如果万一有事儿呢？我们那个儿子呢，他下班晚。这不是有你们吗？如果我们万一有事儿呢？哎呀，超过5点就算加班，要收加班费的。不是我想方设法跟你们要钱啊，我儿子没人管，也得找人看，或者送托管班，也得额外花钱，不是？我看你们这家庭条件也不错，应该不在乎这点钱吧？哎，行了，就这么决定了啊！明天开始，你们呀也跟你们儿子说一下啊。哎，等等啊，又怎么了？这个买菜的钱，是不是从你的
这个钱里面扣啊。哎呦，您真逗，当然是您额外掏的了。你总不能要我养你们吧？是不是？1个月2000，多退少补啊。最好啊，明天就给我啊。我们自己做也用不了这么多。哎呦，您一家4口人，1天2顿饭，1个月22天呢，用不了2000。哎呦，您得有荤有素吧，您得有干有稀吧，您得有机健康无公害吧。哎，我不能给你们吃地沟油吧？哦，您小孙女儿，饭后不来点餐后水果什么的？